大家好，大家好，看到这个桥了吗？这是一条非常古老的桥，法国的印象派的画家没有一个画家没有画过这个桥。这是一个古老的中世纪的村庄，格雷远河畔。桥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桥是许多重要的城市以及建筑物之间的联系。桥下面有水，水象征着精神，水包容一切。桥也有另外一些含义：转变、沟通、送别。如何搭建好这座桥？彩虹是天与地之间的桥梁。今天我选择了艺术之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系。我们来到三维世界是为了体验，是为了经历不同的身份。没有关系，我们无法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无法知道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不同的关系、不同的角色来体验我们是谁。关系是在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面镜子。其实我们不曾看到别人，我们只看到自己。每一个人都是你的一面镜子。没有关系，你就没有方向，使你会迷失在你所生活的地方。到处是关系，关系就像一块画布，组成这块画布的是你，是我们，是他们。每一根线，每一个颜色，都是你在关系中所延伸出来的那个生命的蓝图。为了给我们认识自己的机会，那些事件、关系都被吸引到了我们的生活中。为此，无数的游戏者共同地进入到了这个整体意识提升的宏大游戏中。他们以亲人、朋友、上下级，或者是路人、仇人、兄弟姐妹，以及你的心爱之人这样的身份进入了你的生命。是你把他们吸引进你的剧情中，他们也把你安置在他们的剧本里。在我们对待这些事情的反应中、褒贬以及我们采取的行动中，我们赋予了生活一个意义。在经验了这些身份中，表达我们的欲望和选择，目的是为了获取智慧。生命是宇宙的一个礼物。微观中看，宇宙已经通过了自然，到处为我们揭示了这个能量系统的运作方式。我们也可以叫做神圣几何。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海螺、向日葵、蔬菜以及花蕊。自然界有很多很多这个神圣几何的呈现，那里面没有什么偶然和巧合。以后我们还会在灵性与艺术中分享到这些。宇宙意识一直是透过宇宙能量，包括我们的生活在内，创造着、感受着这个缤纷的世界。我们都知道有一句古老的谚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种豆都是种子，在种子里有一个生命的程序。你在这个生命的程序中演绎、收获。我们生活在一个宏伟的整体生活经验中，它是否和谐美好，是可以通过电视、电影、手机新闻直接看到的。有的人说，我是在忍受生活；有的人说，我是在创造生活。创造生活的人，以自身的心灵自由度去驾驭自己的生活，
忍受生活的人，在以限制自我原生创造力中去服从于多数人的价值观。目前的世界，大部分人依然推崇求异不求同，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解决关系问题的方式，往往还是冲突以及武力牵制。这样的强权政治和中世纪相比，我们没有什么进步。众生依然认为强权即是真理，适者生存，尔虞我诈是正常的。我们平民百姓手无寸铁，如何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是人类整体意识创造的，而非钢筋水泥。正是我们亿万万众生的意识，这个意识电波形成的巨大的养分，得以维持当前幻象世界持续滚动下去。众生保持沉默，完全认可宿命论、随大流，正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之现象可以持续下去的养分。当你知道世界上你看似与你无关的饥饿、战争，你看似与你无关的别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你并不认识的人生命中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与你息息相关，并且你是有责任的。有一次放寒假回国，我带着孩子和朋友一块出去玩，人群中有个老妇人抱着一个小女孩过来，拉扯着我大儿子的袖子要钱。大儿子立刻掏出他的那几个硬币递过去，然后朋友立刻拉着大儿子的手把他扯到一边。我听到他们在说：“你可不能给哦。”儿子特别诧异，就看着他，他说：“他们比你还有钱。”儿子完全不懂，说他们很穷啊。你看他那个小孩多可怜啊，那孩子也不是他的，那孩子是偷来的。他们那么有钱，为什么要穿那么破的衣服？他们的钱，朋友告诉他，他们的钱全都缝在他们的棉袄里。这是一种集体的意识，与对错无关。只要我们以物质为我们生存的根基，我们相信生命只有一次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这个外在的世界，展现给我们的事实，所谓的事实，的确会让人陷入恐惧。我的孩子到现在还会讲这个故事，因为他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我们对我们孩子的教育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将会对这个世界恐惧。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教育是告诉他们，给吧，你给的不是钱，你给的是一份爱，那我们的孩子将会完全不同。孩子们将学会担当，他们将带来更和谐、更美好的频率。这个世界，如果众人都把它看成像雨果所描绘的悲惨世界的话，那么疫情之后，世界将越来越悲惨。我们完全可以躺在家里，坐在家里和朋友聊天的之中，就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可以在你的身口意中流出来，跟随着你的身口意，不断地呈现出恐惧、丑陋，或者不断地呈现出它的完美与和谐。我们看似鲜活真实的世界，实际上是我们的念
在高维的一个投影。刘峰老师给我们提示过无数次投影源与投影的关系。在东方，我们都看过皮影戏，如果你把皮影戏银幕上的喧闹当成真实的生活，你就是梦游者。西方的哲学家柏拉图也曾经说过，坐在山洞里的人，后面的火光投影到石壁上自己的影子，他们以为那就是真实鲜活的生活。一个人当他回头看到了现实，他们不过是火光的投影时，他就觉醒了。觉醒的人挣脱锁链，走出山洞，他被阳光沐浴在真正的生命的圆满关系中。改变你的思想意识，停止把别人和自己投身到幻觉的交易中。我们常常无意识地把别人当作自己达到目的的牺牲品，同时又因为人间对好恶的意识评判，去把自己的行为贴上我是为他好的标签。这不仅愚弄了别人，更重要的是你在愚弄你自己。就这样，我们一起创造了一个自己吓唬自己的世界，或者说是一场宏大的闹剧。有两个因素。首先，我们不只是生活在一个以肉身可以触及和测量的那样一个渺小的生活场域，我们与天地宇宙是一回事儿。不仅如此，我们还具备了创造这个世界的无限潜能。第二，如果进入各种交易，为了获得你生存所需的食物、钱财、房屋等等，这都无可非议。但是，生命为我们安置了太阳、月亮、大自然、山川、河流、动物、植物，不只是为了让我们来到三维世界玩一场过家家吧，弄几个豪车，弄几个房子，胡吃海塞。那如果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就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有点你自己可以想象，那只是你千万个梦中最小的那个。觉醒的时候到了。在你的关系中，当你迷失在拥有、贪欲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在爱情上得了屋子想上炕的人。大家都知道这句话，为什么？因为你不够爱自己。当你不爱自己的时候，你要逼迫着你的爱人、你的对方无止境的去赞美你，你要通过别人对你的赞美来测量一下你是否可爱。这就是我们爱人与爱人之间，敌人与敌人之间演绎出的悲剧。你在自己的关系中觉得度日如年吗？那说明你在受苦受难。你发现这个使你受难的对方是谁了吗？可能是你的婚姻、你的家庭成员、单位、常年的生意伙伴。首先要知道，所谓的受苦是一个概念的十字架，是由一些外在的现象引发出的价值判断。当你感受到你是在忍受痛苦的时候，要知道在二元对立性中，你和你的施虐方一起都被钉上了十字架。为了停止这种大小不等的悲剧，那么第一个醒来的人就要尽可能的保持真诚的宣布停止，也就是我不跟你玩了。因为你发现
原来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你们已经偏离了初衷。如果你们曾经走到一起是为了互爱、相互受益的话，你就需要阻止它。这里不是鼓励大打出手和报复，即辩驳谁对谁错。你们其实一直都在这里面折腾。你需要舍弃你试图抓住的东西，你的名分，你的损失，你一直在牺牲。你是为了孩子，你是为了挽救你的房子、财产、车，或者是别人怎么看我呀，打死我也不会让出这个位置。于是你的家人、朋友、同事都被裹挟进去了，终日叽叽咕咕，像一个养鸡场。即便你有数百个理由，其实所有这些都不如你生命中的喜悦值钱。受苦与施虐的人都是一条藤上的苦瓜。如果把所有的精气神都用在争吵，这瓜有多苦？为什么你们给我们吃苦瓜？为什么你给我吃苦瓜？还成帮结伙的去讨论这瓜的滋味儿，不如我们到我们内心的深处，也就是高维，即你心念的起源之乡，观察一下我们种下了什么样的种子。我们发现在高维缘起之乡，我们曾经是手拉手，一团团像蒲公英一样美丽的种子，盟约带着家乡的爱与光散落人间，共同去经验不同的身份，使我们本身的智慧得以在三维的身份中显现，即最崇高的、最优雅的你。那不是要做好人，我们本自具足，所以关系是我们提升智慧的唯一的机会。在关系中，你被唤醒的那一刻，别人也就跟着你一起醒来。所以及时停止共同受虐的不幸循环，是唯一的灵丹妙药。施虐的人，如果他的行为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接受、被迁就、被无原则的原谅，这并不是善意，是在邀请施虐的人继续膨胀下去，使他永远无法定义自己的行为。受虐的人是无法想象另一个更公正的单位进来干涉的，那是你投影源中的盟约，只有你可以结束这个剧情，这样施虐就可以在他的教习中学习到，并且成长，你和他就此从十字架中解放出来，灵魂的自由就又一次回到你们双方的手中。这就是你最初的选择，在关系中的课题中选择，那样你的种子就会发出新芽，智慧长出了喜悦的果实。未来的你，无论是怎样尖刻的语言以及事件，都不可能再伤害到你，因为在所有的新关系中，只要你可以不受限于贪欲和需求，你就是自由的。你可以保持诚实的、有爱的、善意的，随时随地的说出你的感受。那么现在就付诸行动，1分钟也不要再耽误。经验会带来全新的放松以及感受，你就一步一步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当你知道这些的时候，你的心量就开始放大。人与人之间的过去的所有那些怨、恨、爱以及陈糠烂谷子，就显得像鸡毛蒜皮一样小。这就是我们意识的升华。一个人的意识升华是可以引起整个世界的意识升华，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你的投影，每一个人
你们可以在一起，说明你们在高维时候的念是同频共振的，所以你们才可以来到这样一个场域中，经历生命是什么。当你起念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涟漪，这个涟漪像你扔到了江河湖泊中的一个石子，那个涟漪会震动整个江河湖泊。每一个涟漪都是关系，每一个涟漪都是你观念的震荡。因果规律即在涟漪中呈现，它波及出去，拍打彼岸，远去延续，即使你听不到看不见他们的回荡，却不等于他们不行使他们在自然因果中的规律。关系的纠结，灾难战争像滔天的巨浪般回荡在人们的生活中情绪上，这是提升人类生命质量的警钟。注意，你小小的念正是这个大大的和谐世界的基石。在意识的滔天巨浪中，那些醒来的人，那些唤醒了自己内在智慧的人，他们可以自由地驾驭自己的生命，抵达彼岸。所以对这个世界负起你100%的责任，迫在眉梢。我们现在要集体觉醒，完全的看到这个世界它的美妙，它的沮丧，那些战争，那些丑陋的工业区和这里像天堂一样的世界，都是我们的创造物。现在到了一个新的时空点，在这个新的时空点上，我们朋友、邻居、家人，中国、外国、美国、法国，我走过很多地方，我遇到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关心他们的精神向度。